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葱根插土里种葱，你有没有遇到过烂根发臭的情况？你有没有遇到过插到土里不死也不长，然后慢慢蔫掉的情况？你有没有遇到过就算长出来葱叶，那么也只有孤零零的一根叶子的情况？如果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也不要气馁，因为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90%的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今天请你花3至5分钟，从此与葱烂根说再见。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可能首先我们要管住手，那么到底要怎么管呢？接下来我们细细的说。种葱烂根的最大原因其实是浇水不当，但剥了葱皮会让烂根概率飙升到80%，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会忽略这个点，或者说都会把错误的行为当成正确的。下面我们先来说说葱皮为什么不能剥，然后再来分享一下浇水要怎么浇才能100%保证烂根不再现。葱皮防烂根的武器。在讲葱皮之前，先记住一句非常关键的话。葱根刚插进土里的那一段时间，最怕的不是长得慢，而是被刺激得太狠。很多人剥葱皮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皮剥干净一点，看起来更干净，插进土里也应该更容易长。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，葱白外面那一层看起来干干的皮，并不是废物，它是葱在自然状态下专门用来保护根茎基部的保护罩。当葱根刚插进土里的时候，会同时面对3件事：第一，土壤里的细菌和真菌；第二，湿度突然升高；第三，根部还没来得及长出新的吸收根。如果这层皮还在，这些刺激不会一下子直接作用在嫩组织上，水分进入的慢，微生物也不容易直接接触到葱白内部。但一旦你把葱皮剥掉，情况就完全变了，等于是把一整圈嫩嫩的组织直接暴露在湿土里，水一下子贴上来，细菌也有了直接入口，所以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糟糕的情况。刚插下去前几天看起来没事，过几天开始从葱白底部发软，再过几天开始有臭味。这不是突然烂，而是从剥皮那一刻开始，烂根的条件就已经具备了，所以葱皮不能剥。引起葱烂根的原因中，最容易忽略的是剥掉了葱皮，但最危险的是浇水。葱根种葱正确浇水，90%的人葱根插好以后都会浇一点定根水，这是常规的做法，这个做法既安全也危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你一直以来种植方面都不容易出错，那么这是一个让葱快速扎根的好办法，但如果你会遭遇烂根等问题，那么最好换一种方法，因为刚插土的葱根根系还没有展开，真正能吸水的根毛几乎还没长出来，水一多会发生2件事：第一，土壤迅速变湿，空气被水挤走，根部进入缺氧状态；第二，水分直接贴着葱白基部，如果你前面又剥过皮，那这一圈嫩组织几乎等于一直泡在湿环境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葱会优先做的不是长根，而是进入保命状态。你看到的结果就是不马上死，但开始发软、发蔫，甚至慢慢烂掉。所以正确的逻辑一定要反过来，插土之前保持盆土微湿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朝土上盆法，这样才能保证插土的第一步时烂根的概率直线下降。上盆的烂根解决以后，接下来养护的过程中，要想把烂根的概率降到最低的话，只需记住一句话：浇不死的芹菜，旱不死的葱，只要少浇水，或者说你觉得应该浇水的时候，再等3天左右就来得及。其实少给葱浇水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种出来的葱辣味更足。最后我们来说一个让很多人最挫败的问题：葱没烂也活着，却怎么都只长孤零零的一根叶子。很多时候一叶葱并不是只有一种原因，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，还请仔细你是属于下面3种情况的哪一种。一叶葱的原因与对策。第一种情况其实是葱已经分过一次，只是失败了，这是非常常见但几乎没人真正讲清楚的一种。葱插进土里之后，确实只长出一根叶子，看起来像是完全没有分叉能力，但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根部，就会发现一些细节，比如葱白底部会有已经干掉的小芽点，或者以前剪过的位置能看到明显的痕迹。
这些细节代表的不是它不会分，而是它其实已经尝试分过，只是在过程中被中断了。最常见的中断原因往往就卡在2个点上，一个是根部刚要启动分叉的时候，土壤水分偏多，芽点在闷湿环境里直接闷死了；另一个是侧芽刚刚冒出来，还没站稳，就被你太早修剪掉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其实不需要做任何复杂的刺激动作，你只要记住2个原则就够了。第一，暂停修剪7到10天；第二，让土壤回到干了再浇的状态，而不是一直保持湿润。如果这棵葱的根部还有潜力，你会慢慢发现，原来那根叶子不再是唯一，旁边会开始冒出第2个新的生长点。第二种情况是葱根本身的体质就比较弱，只能撑得起1根叶子。这一种，很多人会误判成是自己养护哪里做错了。它的表现通常是这样：插土之后，葱确实能活，也不会马上烂掉，但不管你怎么养，叶子都偏细，长得慢，而且始终只有1根。你会下意识以为是水、肥或者修剪的问题，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在葱根本身。这类葱根往往来自放冰箱太久的葱，或者葱白切得太短，甚至白玉盘本身就不完整。它不是不想分，而是根部储备的能量本来就不够它去承担多根同时生长的消耗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反而要说一句实话，这一棵葱短期目标不是爆盆，而是先把它养壮。做法也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先留叶，不要急着剪，让叶子自然长到15到20公分以上，再去考虑后续分叉的可能。如果你在它还没站稳的时候就频繁修剪，只会让它更确定一件事，那就是自己只能勉强维持这1根。第三种情况是你把环境养得太干净，反而把分叉给锁死了。这一点其实和你前面讲的葱皮是同一条逻辑，也非常符合你现在这套世界观。很多人会有一些看起来很勤快，但其实是过度干预的行为，比如土总是翻得很松，看见一点杂根就拔掉，盆里永远保持得干干净净，什么都不留。问题就在这里，葱的分叉并不是在一个绝对舒适、随时被打理的环境里启动的，而是在稳定、持续、有一点点压力的状态下才会启动。当你频繁翻土、动根，根系会一直处在我还在适应环境的阶段，于是它会选择一条最保守的路线，先把1根主叶养好，而不是急着分出新的生长点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真正有效的反而是少做一点，少翻土，少动根，让环境稳定下来。你会发现，很多原本怎么都不分的一叶葱，反而是在你放手一阵子之后，自己慢慢开始分叉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分别说了葱烂根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，一叶葱的原因与对策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